好，只是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开火来扣船，结果酿成了一个大乱。这个乱子，等一下我们特别一起来看。那伊朗呢，现在则是反收手，要来收任何的通行费用。川普呢也试图要分裂在伊朗内部的2个政权，包括了神权跟他的世俗派哦，结果破功了。今天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在此刻中东也求中国大陆能够来出手救整场战争。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美军对伊朗的货船开火，并且呢舰炮先瘫痪。在空降登船，而这已经不是执法了，被视为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吗？第二件事情，川普在极限施压之下，伊朗没有崩溃，反倒是启动了制度化的反制，收紧内部的这个控制，也强化革命卫队的权力。更危险的伊朗战时体系，在这个时候全面成型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当能源价格跟这个能源市场油价全部暴涨的时候，盟友转向大陆求稳，那中东秩序正在重写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川普自己所做的一个证实哦。他说，美军对伊朗的货船，这个货船是图斯卡号开火，并且呢强行的登检，并且扣船。画面也特别显示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画面显示了美军的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并且可以看到旋翼声压顶。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从绳索上，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快速的垂降，目标就是伊朗的图斯卡号。更震撼的事情在此了，美军是在这个登船之前就已经先直接的开火，而且是怎么样开火呢？消息指出，美军的驱逐舰是连续一共3次的时间，以它的这个 MK45的舰炮精准射击，直接是击穿了货船的引擎室。那么当然了，货船是直接失去动力，被迫停船，被视为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登检行动啊，这根本就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吧？因为从头到尾可以看到，他先是6小时的警告，结果没有效之后，他就美军就直接开炮，之后就空降。直接登船了。那事件爆发之后，当然了，荷姆兹海峡局势又变得更加紧张了。结果呢，造成美军是宣布已经迫使27艘的船只直接掉头。英国消息也指出，26艘涉及到伊朗的航运，这个时候突然间全部突破封锁，荷姆兹海峡的秩序越来越失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了，这个我们看到刚刚美军的这些动作，先用这个舰炮瘫痪这个船只，然后直升机它就空降，在此刻登船，这一系列的操作，如果说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伊朗也在复制的话，那接下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变成伊朗他也去反扣押西方的船，做一样的军事行动？那舰长怎么看？你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些行动哦，其实在实际海上做都有非常高的风险性哦。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问你一下，我是海军。今天有一艘船在这里，第一，我要把它击沉，这是一种；第二，我要把它临检，然后扣押下来。我刚刚说这2个，一个是消灭它，一个是逮捕它，哪一个容易？消灭容易啊！你逮捕它，你要跟着它去追呢。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什么临检那么容易？你看到没有？他追了6小时，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而且那个船非常大，那个油轮是10几万吨、20万吨的，你知道吧？你到最后只好，就有那种火炮攻击他一次。其实那种警告，就算你没有把我打不动，我也会停下来，因为开玩笑，再跑你会继续打我。但是他这个东西是它有它的困难度的。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有多少风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哦。那个直升机在那降落的时候，那是如果这个船上拿出了一个刺针飞弹呢，当场就把它打掉了，对不对？因为你往哪跑，就这么明显，就在你前面。第二个，就算我不拿刺针飞弹，你一个直升机下来能够降落多少的陆战队的这特战人员？你下来之后，如果我船上也有20个特战的呢？谁说我船上一定就没有？你下来我把你抓起来，把你当人质。你看美国不是有一个人质丢在那个伊朗，动员了多少人去？如果你这个整个陆战队被我抓到当人质呢，我就继续走啊。而且第三个，我再跟你讲，你把它扣押好了，一艘船你给它扣押到哪里去？在那里那个叫做哈曼湾那里，你现在只有1个，如果是20个、30个、40个呢？多少个船是堵在那里的？你知道，你实际去执行就知道，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而且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美国敢做？因为它是美国，就这么简单。伊朗敢做吗？你试试看，伊朗敢做，直升机在那里悬在那，可能就被打掉了，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你打掉。就是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像美国是强国，他真的可以说我可以做一些很冒险的事。谁敢指责我？我现在先说第一个，美国已经触犯国际法。我就犯国际法，你怎么样？我川普从来不遵守这些法律的，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充满了风险性的，可是我就是不怕，因为没有人敢来挑衅我。这就是他的自信。那反过来，伊朗，你说伊朗会比照这个？我认为绝不会，因为伊朗有各种其他的方法，他不必去冒险。我举个例子，封锁，伊朗说我封锁这个海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只嘴巴讲说我封锁，你试试看谁敢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有太多手段去封锁了。好比说陆军的，我有多管火箭可以打过去，你必死啊！那海军的，我有弓箭的飞弹打那个船的飞弹，有超音速的啊。那个还有一个空军的那个叫做什么无人机，还有你知道伊朗有很多的潜舰呐，它可以从水下打那个重型鱼雷打你。还有伊朗有3000枚到5000枚的水雷，我布了。就是伊朗说我今天要封锁，没人敢怀疑他，为什么？他有太多手段了。所以他的能力证明他可以封锁。其实我什么事都没做，我也不封锁。但是我说不准人通过，你试试看就不准人通过。这就是这个的控制权在伊朗的手上。可是我告诉你，美国行不行？美国不行，美国要躲得很远，因为他还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去追一艘船就把它折腾成这个样子。10艘，你看看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了，扣押到哪里去？货物怎么办？你就抢走啊？不可能的，这个国际有国际法，所以美国现在就是在说拉高态势，我就是逼着伊朗要接受这个我们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好，谈判前期，我们看到美国的手段很多，包括这种刚刚舰长特别帮我们看到这个高风险的这种军事行动。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军事上面的行动之外，在内部，美国也试图借由不同的手段来控制分化伊朗内部的政权。那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政论家，他是 Steve Turley 做的一个分析。他说，川普也试图让伊朗的内部2大势力给分割掉，包括了第一个是革命卫队比较激进派的，第二个是比较支持核的总统团队的这一派。那也让这个内部现在很尴尬的原因是说，如果去跟川普谈的话，那么革命卫队呢就会失去抵抗的合法性。但是不谈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内部确实经济也在崩坏，汇率失控等等，那让总统跟世俗派也很难稳定住当地的政权。那另外一方面，德黑兰他现在其实呢看到眼前的这些状况，他也想办法要去解决，从制度化开始解决。于是革命卫队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他划设了一个叫做拉克走廊，那么宣示未经许可是不可以通过的。国会最新也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法案，是说呢要推动了一个最新的法案，说敌对国的船只需要强制的支付通行费，然后他会把30%的费用投入在军事，70%稳定内政。上志哥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其实对于整个美伊战争的部分，看到川普的状况，他当然是在一边谈判，那么一边的部分又在整军经武，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川普现在始终都有2手策略，好像很有余裕，每一样只要能够往前推进的话，它都可以带来这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实的状况，其实是川普现在状况最合适他的成语叫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那而他其实最大的关键，回过头来是他的判断吗？没有，他主要是在最原始之初是听了以色列纳坦雅胡的判断，当时以为整个炸一炸，然后把哈梅尼跟几十个人领导班子全部弄掉，以在伊朗当中的这种通膨跟被制裁了几10年这样子的问题，马上伊朗就会推翻了。然后整个推翻之后，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伊朗问题。当时的思考就是这么无知或这么单纯，而不要忘了，是以色列描述给川普的哦。以色列每一任的美国政府都这么说，可能没有人家的总统，没有美国的其他总统就轻易的信了，因为会听自己的情报系统。美国自己的情报系统，从先前那个肯特跳出来就知道，美国本人情报系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他们在那边那么多人，有军事的情报体系，有 CIA， 他们认为其实伊朗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应该轻易动武。所以呢，辗转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
看到的部分就是缺的就是一锅粥在那里，没有错，还在谈判，有2手策略，蛮厉害的，很会谈判。但事实上，现在往什么时候结束，到底会是地面部队呢，还是真正能够谈出结果，没有人知道。然后全世界随时上上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这次当中最大的影响是，终于在中东这几十年，20世纪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美国彻底，包括在波湾国家跟全世界信用破产，美伊在对抗，要不挺美国嘛，要不挺伊朗，全世界没有什么太多人挺伊朗，连中国、俄罗斯也没有明着挺伊朗，所以。但你说其他国家挺美国吗？没什么人挺啊。我想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只要表明没有挺伊朗，我们比如说加拿大卡尼，加拿大现在最近在起联邦选举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到自由党过去非常非常小，在现在还在继续选举补选的过程当中，已经变成最大党了。原先执政好几十年的保守党看起来就完蛋了。就是说，整个能够过国会半数，所以你看，最近意大利不是也是很凶吗？对川普骂得很凶，因为意大利也马上要选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要现在涉及全世界2026年地方选举的，包括韩国，当然又包括我们台湾、印度、菲律宾这些有比较规模的选举当中，对于美国的态度都比较谨慎，因为民意的部分都没有那么挺美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怕伊朗还是要挺美国，其实都不一定。但是慢慢看到，随着国际态度松动，像西班牙这个很强烈的，其实就是在批评以色列。至少我没有骂你美国，但是我骂你以色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动啦，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个58吨人道的这个救援的物资，也直接就送到伊朗了。而你也看到，伊朗除了荷鲁兹海峡的争议之后，现在他在陆路，无论是中伊铁路跟中国之间，乃至从巴基斯坦这里延伸到土耳其的内部。你可以看到，伊朗除了在准备军武之外，他还是想尽办法不要断供哦。而且这些内陆的部分，长久以来本来就一直是伊朗面对国际制裁当中民生或持续有国家实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这些他们都没有停止。好，确实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欧洲啊内部的盟友，或者美国自己欧洲的盟友，或者是中东的盟友，现在态度都开始针对美国越来越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松动。尤其呢，最近呢，他们反映最大的事情。还包括了，因为油价实在是涨太多了，能源价格也是狂飙，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包括了油价现在单日暴涨6%，欧洲天然气的价格狂涨，高达11%，全球损失5亿桶石油，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所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是直接找上习近平，希望中国能出面推动停火，是不是川普？真的自己亲手把主导权让给中国，干哥怎么看？好，现在我觉得你去想想看，全球已经损失超过5亿桶的石油供应，5亿桶价值多少？500亿美元呢？光打这50天的仗已经损失这么多，再打下去，你想想看，要损失多少？听说这个5亿桶原油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伦敦希斯洛飞到纽约再从纽约飞回去，飞1整个月的油钱就这个价钱。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所有产油国都受到影响，卡达啦、科威特啦、巴林啦，这些都受到影响，都减产。本来1个月生产1600万桶，现在只剩下400万桶，剩下1/4而已。那是不是很可怕？所以现在出现了反水的状况。什么叫反水状况？那2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美国的始终，卡达更不用讲，这2个国家不约而同，我觉得他没有约好。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什么？你知道？他说这个我们很担心了，在接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用美元计价了，因为美元的供应可能不足了，所以说除非美国你能够保证美元能够充足的在市场上供应，不然的话以后我们要改用人民币来计价，你有什么意见？这个话一讲出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不是在军事上是在金融上就说，美元不够啦，你能够确实供应吗？你仗打成这样，你能够确实供应我们的美元计价，在油价上面不行的话，我就用人民币计价了。这个就是找你那个你心里最痛恨的那个点就把你踩下去。你知道，川普最恨的就是这一点。你既然说要用人民币计价，你简直是踩到我的红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什么时候有这个胆子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再来，
再来换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叫卡达，卡达就更奇怪了。卡达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检讨美国再用我们的基地乌代德，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就在卡达，乌代德不给我用，那怎么行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卡达都说我们要检讨，以后美军如果要进行攻击伊朗的行动的话，不可以从我们卡达的领空经过。哎，你反了！你们这些国家都反了，你们竟然敢讲这种话，挑战我美国的权威。一个是要用人民币计价在这个购买原油上面，另外一个是不让我的空军在卡达的基地降落。那老美现在是碰到了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当然，这些国家可能在反映出他们对美国继续入侵伊朗的不赞成。为什么？他们会受害，伊朗的无人机会打他们嘛？他们已经被打得很惨，帆船饭店都被打中了，大家没看到吗？不想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反水造成美国将来对于中东的盟邦，它能够提供什么保证？我看也是很难的。所以基地没有了，然后要用人民币计价，我看川普半夜他都会气得跳脚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